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内置 App。今天终于聊到了照片 App。那我想照片 App 跟相机 App 一样，甚至比相机 App 的使用频率还会高，因为很多不太会自己拍照的人，你总归会拍一些身份证，然后上网保存一些什么养生文章这等等哈，然后甚至有些你截个屏是吧？这个也是保存在照片 App 里面的哈。当然了，我这期的节目呢，如果您只是这样使用照片 App，那我觉得您真的就是当故事去听了。但如果想从这个使用上面有一点收获的话，我觉得还是针对多数的用户啊，不见得是摄影爱好者，但是如果您一年能拍个几百张照片的，那我觉得就算是我这期节目的目标用户了啊。那照片 App 我想聊什么呢？首先我想把我自己多年从 Mac 电脑上，然后最后到 iPhone 上，关于照片这件事情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虽然之前在 Apple 工作过，但是由于是 Apple Store 的员工，所以完全不涉及什么软件开发呀、什么产品设计都不涉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相当于一个普通用户啊，跟大家去聊我自己的想法。那在我眼中 ，Apple 这个照片 App， 你目前来看，想干一件什么事儿呢？它想为用户服务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回忆啊，打造一个能够让你会心一笑，或者是黯然伤神等等吧。把这些回忆通过照片 App 能够再次的呈现给你。大家应该记得，照片 App 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回忆。我原来在 Apple 上班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顾客来问我，哎，这个幻灯片我能不能自己换个音乐呀，或者改变一下呀？这个时候，一般我的回答就是，我建议你不要往这方面想，因为回忆它不是一个照片幻灯片编辑软件。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想法，我还是建议你，比如像iMovie 啊，或者是可立拍啊，甚至像什么剪映啊这种我们国内的这种非常有名的真正的剪辑照片跟电影的软件，这个其实它的自由度更高一点。我不是说照片 App 里面的回忆就完全不能自定义，一定程度可以的。比如说现在跟 Apple Music 去结合了很多的背景音乐，其实来自于 Apple Music。不管你是不是 Apple Music 的订阅用户，你在欣赏回忆影片的时候，它的背景音乐都是来自 Apple Music。但其实这对于我来讲，体验上有一丢丢的不好，就是它需要网络，需要很快的网络，因为它要访问 Apple Music 的服务器的，它不像原来就是就那么几个背景音乐，然后就内置在这个照片 App 当中，那很快音乐就出来了。现在您看回忆的时候，很多时候一张照片出来，它停在那儿不动，干嘛呢？其实是在等啊，它是在访问 Apple Music 的服务器，然后去给你智能的挑选一个合适的音乐下载下来，给你匹配上去啊。所以，如果网络条件足够好的话，等于说你有4000万首音乐供你人工智能去筛选，你的音乐一定体验比原来好很多啊，不至于你经常看的话，老是就那几个，大概有6、7个吧，这个样子。原来老版本啊，但是现在肯定是这个内容方面更多了，但是速度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一下会比较好哈。那接下来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改变它的这个照片的内容，就是有几张照片啊，或者是要删除哪张加入哪张啊，你可以一定程度的改一改。然后改好了之后呢，你还能够把这个回忆导出成一段视频。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挺好的。但你说再多啊，我要隔2、3张照片写2个字，然后音乐还要换一换，然后还要怎么再弄一下，这个你就别依赖回忆了。所以照片里面的回忆这个功能，我觉得它是体现了 Apple 希望通过照片 App 带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系统会自动的给你推这些回忆嘛，你可以看到每隔一段时间，突然照片上面有一个通知，假如你打开了照片通知的话，点开一看是什么？您是为您准备了一个新的回忆，你可以来看一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别背那么多思想包袱，这个就像看我的节目一样，它是一个陪伴和让你放松的嘛，别背那么多思想包袱，别带那么多的预期啊，你就去欣赏一下
我们的 Apple AI 为你挑选和设计制作的这个节目，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机器跟人的一种情感上面的互动嘛。机器是没有情感的，但是它利用算法，希望跟人在情感上有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照片 App 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吧。那基于这个理念，我想聊2件事情啊，我觉得蛮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照片应该怎么存储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的照片应该怎么管理？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件事情啊。这2件事情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需要把你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放在照片 App 里面。你在照片 App 里面存的照片越多，它带给你的惊喜才有可能越多。如果你照片 App 里面根本就不存什么照片，或者你每年都清理一次，那也就是说照片 App 里面只有你最多最近1年的照片。那你想想看，它提供给你的回忆不也就是最近1年吗？你很难看到5年前、10年前今天你在干什么，3年前、4年前你去过哪些地方游玩，你看不到啊，因为你把这些照片都移掉了，删除了。那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是，那我 iPhone 得买多大的容量啊？得有多大的空间才能存下我10几年的照片，甚至更多的照片？这因人而异啊。如果不排除有极少数的用户，你如果要把所有的照片都放在 iPhone 的照片 App 里面，它是怎么都存不下的。但是我的工作经验和我的知识库、知识储备告诉我，其实95%以上的用户是能够这样做的。我就是这样做的。iPhone 是2007年发明的，2007年发布的。我不仅把2007年以后的照片，我还不是2007年用的呢，我是 iPhone 4S 开始用的呀。然后那都是11年了才开始有我的第一台 iPhone。那我并不是只有我的 iPhone 上，并不仅仅只有我11年以后的照片呀。我的 iPhone 是有我11年之前的很多照片都有，甚至我把原来的一些胶片就是相纸里采扩出来的那些胶卷拍的照片，都通过扫描啊或者翻拍啊各种方式再次的数字化存在我的 iPhone 里面。那所以我的 iPhone 里面不仅有手机拍的，还有我各种相机拍的，还有我的像什么 Osmo 啊这种稳定器啊之类的拍的东西，还有包括360度照片、视频，其实我全都存在我的照片 App 里面。那你说够不够呢？我的照片图库现在，我看一下，我更新了系统之后，这个总数在哪儿看？这是个好问题。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让我再学习一下吧。因为我更新了 iOS 18的测试版啊，它这个新版里面我还真的是一下子好像找不到我在哪里去看我一共有多少张照片了哈。但我印象不错的话，应该也就是几万张，不到10万张的样子，肯定不到10万张。那我的照片的容量呢，大概也就不到1个 TB 啊，几百个 G 也就能存得下了。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些观众会问了，那撒谎了是吧？你 iPhone 现在根本没有1个 T 的，最大的也就512个 G， 你说你接近小1个 T 的照片，你怎么可能存在 iPhone 上呢？这个就是我特别想提一点的了。当然了，将近1个 T 的照片是不可能存在 iPhone 上的。您知道我这个 iPhone 现在我的主力机 iPhone 15 Pro Max 最低容量256个 G， 我本来想买128个 G 的，但是它不卖，没了，它取消了这个容量了，我只能买256个 G 的。但是我可以在256个 G 的 iPhone 里面存下我将近1个 TB 的照片。怎么存的？可能有些这个观众已经猜到了啊，通过 iCloud 照片。这个是我即便在原来工作的岗位上，我也一直推荐给我的顾客的。但是我不建议各位第一次听说这个功能的时候就盲目的去花钱购买，
因为 Apple 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允许你把你所有的照片都存在 iCloud 上面的。那关于 iCloud， 我以后一定会开一个专栏去特别的讲。我今天不想讲太多关于这 iCloud 的原理是什么，它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用 iCloud 而不能用某某网盘啊？当然不是不能用啊，当然我自己觉得体验 iCloud 在 iPhone 是最，因为你用的是 iPhone 嘛。那如果你用的不是 iPhone 呢，可能你想用 iCloud 用不了嘛。所以有了这个 iCloud 的加持，让我可以能够把我所有的照片都放在里面，所以我是经常会看到回忆感动的不要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照片 app 最大的一个优势吧。那我觉得第二个优势就是，当你把几万张照片啊都存在一台小小的手机屏幕里面的时候， Apple 作为一家公司设计的这款软件，它该如何管理你的照片体验，你的照片观看体验？我工作当中见到的这个顾客里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有90%以上的顾客是不会管理照片的。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这样？如果说突然到某个地方去办事，说出示一下你的证件，或者是你帮我找一个什么东西没在，我拍过照，你请找一下吧。有多少人是在图库里边这么划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证明你不太会用 iPhone 的照片管理功能。那到底 iPhone 有什么样的照片管理功能呢？提到 Apple 的照片管理，包括以后我可能会聊到的文件管理，它有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希望你不用管理，但你得会命令它，它给你设计的这些功能你得会用。那如果我给你设计的这些功能你都不会用，然后你又不想管理，那你肯定就是一团糟嘛。那什么叫你得会用这些功能呢？比如说你所有的照片都放在照片这个 app 里面之后，我们一般建议你是不用去特意的自己分类呀、创建文件夹呀、管理啊这些工作，希望你不要做，你只要按快门就好了。那当我要找的时候找不到怎么办呢？由你的照片 app 去自动的帮你去划分类别。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年份，你可以通过面孔，你可以通过地点，自动的把这些照片进行分类。那你可能会说，有一些照片是拿相机拍的呀，它没有地点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体现出你要有一台电脑的好处了。我不是说手机做不到啊，就是当你把相机拍的照片导入到你的 Apple 设备当中的时候，这个照片 App 它是允许你去添加地理位置信息的。像我有很多用这个相机拍的照片，当我导入到 Mac 电脑里以后，我就会把它一下子来一个多选嘛。那全部选中了我刚刚导入的照片之后，我把这些照片一起去加一个标签，它是在哪个城市拍的，或者在哪个旅游景点拍的就好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当然你这种方式它不可能像 iPhone 自己拍的那样精确到街道甚至门牌号码，不可能这么精确，但是有总比没有好。那我以后再去搜索地点的时候，我起码能够在一张世界地图里面看到，在这个景点上有那么几张我拍的照片，我可以找得到吧。那这个功能如果在 iPhone 上去做，那很少有人听说过把照片从相机传到 iPhone 里面的啊，都是传到 iPhone 跟 iPad 里面。那只听说过有人把照片从 iPhone 传到电脑里，我特别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些照片对于你来讲就是没有意义的。我在 Apple Store 讲这个照片相关的课程的时候，我经常会用一个问题来去启发我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一张照片在拍摄以后，你根本都不去看它，那请问你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这只是一个带有启发性的问题，供大家去思考，并不是说答案一定会是怎么样子，而是我想在这里强调观看和管理照片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说我认为照片 App 给大家的核心价值是情感是回忆的原因。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需要让它有足够的照片才能够完成。
那前期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用 Apple 设备拍的，你也需要适当的给它做一些编辑。如果有 Mac 的话，批量的加入这些地址之后， Mac 可以通过 iCloud 的照片，同时把这些加好地址信息跟修改好的照片同步到你的 iPhone 和 iPad 里面。所以不管你在哪一台设备当中，你看到的照片总是一样的，你的体验总是一致的，那这就叫生态系统。这种生态，如果你一旦进入并且接受这家公司为你设计的这些体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最幸福的。但如果你一定要维持自己的那个固有的管理照片的理念，然后你又要用 Apple 给你的产品，你会很痛苦的。因为 Apple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注定是一家为你设计体验的公司。那既然是为你设计体验，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我就是不按你的设计走，我就是觉得那样好啊，那这个他是拿你真的没办法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讲，咱们也不用这么较真儿，是吧？如果你真的是不看好 Apple 的产品，你直接不用就完了嘛，这个很简单，拿人民币投票嘛，啊，那我个人来讲是觉得在 Apple 的生态圈还是不错，因为我自认为啊，我并不是一个 geek。什么叫 geek 呢？就是科技发烧友，爱折腾啊。我自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喜欢科技，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落地的科技，就是为大众服务的那些科技。它背后是怎么回事？我是喜欢的。你如果说就是为了玩而玩，我也玩过。那比如说最早玩 Windows 的时候，每隔2个月重装一次系统，装各种版本的 Windows， 这个是小时候这么玩。然后我知道现在玩安卓的就是各种 root 啊，然后去刷各种系统，然后去弄各种东西，这个有它的乐趣在里面啊，但是这个呢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所以在这个照片的体验当中，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按照 Apple 设计的这个体验去享受一番啊，就像看我节目一样，不要抱太大的预期啊，进到里面你是感觉会很好的。但是现在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科技发展的太快，很多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这种体验不是足底按摩，就是往那儿一躺就可以，啥都不用管的。你是要有一点基础，你要理解它这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它怎么设计的，就是你得先看到这条路，你才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而现在很多的用户其实是看不到路的，他没有办法走。所以我这个节目的功能就是希望我那盏灯啊，能够让你看到脚下的路。你说指路咱们不敢说啊，我只能说您看不到路的时候，我帮你点个灯，让你看看路在哪儿，你看到在哪儿你就往哪儿走，不是我让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是吧？这个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啊。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 app 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点击它下面的一些按钮，比如说这个回忆啊，比如说为你推荐呐，比如说特别是搜索，非常棒的一个功能。这个是已经有4-5年的时间 Apple 布局的人工智能，而且是完全本地化的。iPhone 会自动的识别你的每一张照片是什么内容，注意是 iPhone 自动识别，不是 Apple 的服务器自动识别。所以很多用户在买新手机，一大批照片进来的时候，手机会发烫，其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只不过你不知道。因为 iPhone 会自动的帮你识别每一张照片拍的是什么，这样识别完成之后，你直接可以点照片 App 里面的搜索，去搜索任何你想搜的内容。比如说我经常在我们 Apple Store 演示的是搜一个椰子树啊，搜一个海龟，搜一个蓝天白云，搜一个大海花朵，全都能搜到。而这些功能它不需要你前期人类付出任何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完成，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个最真实的表现。那我相信越往后这个功能会越好用，而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功能，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厂商也都在做，都能够做到，这个不难
现在的科技发展到这一步，识别照片拍的是什么其实不难。我不能说100%准确，但不难。但是能够做到不上传云端，注重顾客的隐私，只在你自己的设备里面去进行运算的，我不知道第二家是谁啊。当然这方面我也没有刻意去查过，但在我的知识库里面，我大脑里面我没找到。大家可以，我相信也可能会有吧。如果是你要提供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供大家参考，是吧？所以我觉得照片 app 是一个蛮神奇的 app， 很少有人说我不想用照片 app 把它替换成其他的，但是我更多的希望是大家能够把照片 app 的功能啊更多的发挥出来，比如说一键抠图啊，在我的那个 Shorts 里面，短视频里面我有拍教程的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怎么样一键抠图出来比如说自动识别照片里面的文字，你拍一个文字性的内容，你可以直接在照片里面把这些文字全部选中复制下来免得你再去打字而且呢，如果你的照片拍的是一篇文稿，这个文稿里面写的有一个什么，比如说物业电话这4个字，那可能过了2年之后，你已经忘了物业电话号码了，你直接在照片 app 里面点放大镜搜索物业，它就能找到你这个照片里面拍过这几个字这个其实都是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些很好的应用，而且这些应用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了，不是现在刚有，也不是说未来才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照片 app 难能可贵的地方，大家可以沿着我这个思路去试试看。如果我讲的一些功能你还没有听说过的话，当然有更多的还蛮有趣的实操部分的功能性的照片 app 里面的内容。当然，我老观众也知道，我也不会在这个里面讲因为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播客听嘛。那我的计划是逐渐的把这些小的技巧做成短视频，供大家去学习，因为这个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别着急，之后我会做 Mac 的内容。我觉得在电脑上去讲照片 App 的一些功能，大家会看起来更直观、更直接一些。但这只是我的预想因为我总觉得做个节目让大家看我的电脑屏幕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不是说出于隐私考量，这个我可以规避，但是我是说作为观众来讲，你在一个视频节目当中去看我的电脑屏幕，字又小，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个交给我吧我来想一下以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给大家去展示这些功能。那好，这期照片 app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